今年是2025年了，回想起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过程，自己都觉得有一点不容易啊。最早是在2017年呢，就开始架设了部落格，撰写劳资相关议题的文章。到了2019年的时候，正式成立公司组织，提供更实际的顾问服务。回顾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们透过了咨询服务、带拟调解申请书，甚至陪同当事人出席劳资争议调解会议，协助了上百位的劳方以及企业解决劳资争议。在这些经验中啊，我们发现很多的案件，其实在撰写劳资争议调解申请书的这个阶段呢，有好好下功夫的话，其实是可以大大提高调解成功的几率的。所以这支影片呢，就希望从实务的角度出发，跟大家分享一下面对劳资争议调解时的一些经验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有些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做劳资争议调解。其实我在好几年前呢，就曾经在部落格中写过《劳资争议调解交战手册》这篇文章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了解这项法定的程序哦。我们通常说的劳资争议调解啊，主要就是由劳动局、劳工局这些地方主管机关委任调解人，协助劳资双方沟通，并且解决争议。如果调解成立的话，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第23条的规定呢，就会视为劳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其中一方不依照约定履行的话，另外一方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如果调解不成立的话，后续还是就可能要透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了。除了可以透过劳工局调解之外啊，其实在2020年上路的劳动事件法之中，也有明定了在法院进行的劳动调解程序。最大的差异啊，应该就是会由未来承审的劳动法庭法官担任主席，让双方可以在进入诉讼以前更快促成和解。虽然在流程上有些地方会比行政调解更加细腻一点，不过在调解的策略或是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呢，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回到这支影片的主题，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写好一份调解申请书呢？其实有时候啊，我觉得写好申请书的内容真的可能是最关键的环节，所以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6个我归纳的理由给各位参考咯。不管是劳工或企业呢，如果要提出劳资争议调解的申请的话，都需要透过书面或线上的方式提出。以书面申请来说，申请人可以直接到各县市的劳动局啊、劳工局这些单位，找到负责办理劳资争议调解的窗口，直接填写书面申请书。也可以自己先到劳工局的网站中呢，下载调解申请书的范本，并且事先把内容打好之后，列印文件送件申请。如果不方便跑一趟申请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县市呢都可以有线上申请的管道，所以先把内容打好之后呢，依照各地方政府网站中的说明送件，其实也是不错的方式。劳工局在收到调解申请之后啊，接下来就会安排调解人、开会时间以及开会的地点，并且再通知对方，也就是希望调解的对象了。通知的方式呢，大多都是会用正式的公文寄送给劳资双方，并且也会夹带申请人所填写的调解申请书当作附件。在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关键啦。有些劳工在申请调解的时候啊，可能只会含糊的写上事实经过以及诉求。这样一来呢，当雇主收到调解申请书的时候，可能就会不清楚劳方的诉求，然后就置之不理，或是在不知道该怎么样准备资料的情况之下，就出席了调解会议，导致呢有很高的几率可能会需要再召开第2次甚至第3次的会议，让争取权利的时间又再拖得更长了。所以啊，依照我的经验来说，其实真的不用怕对方事前知道自己的诉求，毕竟只要准备好充足的事证，让对方事先了解调解会议中所要讨论的内容，反而可以加速调解的程序哦。第二个，我觉得写好劳资争议调解申请书的关键，就在于应该要能够清楚的简述争议经过，并且将自身的诉求呢，用列点的方式列出来，让对方以及调解人更快了解整个争议的过程。在调解的过程之中啊，会议的时间大部分都会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结束了，但是劳资双方可能有时候会针对某一个争议点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果没有事先把一些争点厘清，在一来一往的论述过程之中啊，很快就会耗掉会议的时间了，导致调解最后啊，可能都是无疾而终，或是只能任由对方来随意喊价了。所以啊，快速找到这个争点，或许就可以促使劳资双方呢，能够聚焦在诉求的合理性以及金额是否适当。举例来说啊，劳工如果想要争取的是加班费，可是却只在调解申请书上简单写到
雇主没有给我加班费。那这样子的写法不仅过于笼统，也有很多的背景事实需要去厘清。如果可以在调解申请书上就事先说明正常工作时间的约定情况啊、薪资结构啊、加班的事实以及短少的金额等等细节，就可以让调解委员更清楚知道争议点在哪里。那这样子呢，也有利于提出比较完整的调解方案。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很多劳资双方在调解会议中其实是会有很多情绪的。可是既然双方都坐上了正式的谈判桌了，如果可以试着理性沟通，不要让调解的焦点发散的话，其实整个过程是会比较顺利的。调解最大的目的啊，其实就是透过第三方委员的协调，促使劳资双方互相让步，防止争执的情况持续扩大。再更白话一点来说的话，就是让劳资双方可以针对有争议的地方，讨论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解金，在调解这过程中达成共识，然后来减少后续的诉讼成本。毕竟民事诉讼啊，目前并没有规定应该要强制委任律师代理，即使胜诉之后，也没有办法向对方请求补偿已经付出去的律师费。因此啊，申请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如果可以事先计算好所要请求的标的以及总金额，在谈判的阶段呢，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所要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另外也可以进一步的评估呢自己愿意退让的程度以及可以接受的底线。当调解到最后的阶段，委员请两造之间抛开法律的见解来去沟通一笔和解金的时候，才不至于在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情况之下，签下了调解的成立记录之后，结果还又后悔了。再补充一下，有些劳工或雇主可能会以为调解委员可以协助劳资双方计算出正确的金额或诉求，可是实际上啊，调解人在处理劳资争议事件的时候，应该是要保持中立的态度的，自然就没有办法协助双方计算金额，或是点出申请的那方所没有提到的诉求，更没办法呢直接在会议中决定调解的结果。只能在听完两造的说法之后，提供一个调解方案，让劳资双方决定是不是要接受。如果劳资双方呢最后都希望让劳工局来决定的话，那就考虑在调解不成立之后合议申请仲裁吧。以后有机会啊，我再分享这个相对少见的制度了。虽然前面有提到调解委员应该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协助双方达成共识，不过很多时候劳资双方对于法定的规定或是合理性并没有这么熟悉，这个时候调解委员的态度还是很有可能会左右调解会议的进行。有些劳资双方可能因为不熟悉法定的规定呢，而在调解会议中提出不具请求权基础的诉求，甚至还会认为是被刻意刁难而坚持己见。比如说啊，雇主没有依法给加班费，劳工就主张除了要补偿给他之外，还要额外给付精神的慰抚金等等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让调解委员不再乐意积极的介入协调，甚至连其他合理的诉求都可能因此而遭到混淆而被忽视了。假如劳方可以有条有理的让委员跟对方知道自己的诉求是合理而且具有法定规定支撑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提高调解的成功几率了。其实在调解申请书中清楚地论述事实经过，并且引用法令规定列出各项的诉求以及估算的金额，除了可以提高调解的效率之外，另外一个很大的目的呢，就是可以让对方知道自己是有备而来的。只要在调解会议中啊，也可以透露出坚定的立场，对方或许就会意识到申请的这一方在调解的阶段就已经做好了诉讼准备，即便调解不能够成立，后续仍然会依法去争取自身的权利。以劳方的立场来说，假如资方了解到调解不成立，可能会面临到劳动检查以及后续的民事诉讼，可能就会增加愿意退让以及和解的几率了。那对资方来说啊，如果是希望要求员工赔偿特定的损失，或是有其他合法的诉求时，劳方如果不愿意积极协商的话，可能因此就会面临到后续的刑事啊或是民事的告诉，也有可能会促使劳工更加谨慎面对这一次的协调机会了。不管劳资争议调解的申请人是资方或是劳方，调解毕竟只是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如果双方仍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最后也只能透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争议。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由劳方主动提出调解申请。假如不能跟资方达成调解成立的话，接下来可能就得向主管机关提出陈情，白话点来说就是请劳工局来介入劳检啦。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委任律师提出民事诉讼。不管是在哪一个程序之中，如果在调解申请的阶段就可以把自身的诉求汇整清楚，在调解不成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
接将所有的相关资料交给主管机关以及委任的律师，这样子也可以大大降低沟通的时间以及成本。对劳动局或劳工局来说，如果可以明确的知道雇主在哪些地方有高度违法的可能，劳检的时候呢，也比较能够对症下药来去实施检查。那对于委任的律师来说啊，在检视过初步的调解诉求之后，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协助重新判断合理性以及提出的金额是否正确，进而提高后续的诉讼胜诉几率。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劳资争议调解经验分享啦。总而言之呢，申请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填写申请书的重要性。如果在申请阶段就可以妥善处理的话，其实是可以让后续调解成立的几率大大提升的。当然呢，如果有遇到劳资争议，可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整理自身诉求的话，欢迎找我们咨询或是带你调解申请书哦。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